4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4月8号到9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8号上午，拉夫罗夫抵达北京，开启2天的访华行程。双方将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双边关系发展、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据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布，访华期间，拉夫罗夫计划同王毅会见，就乌克兰危机、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外长还将就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探讨，特别是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和平台上的合作。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外长定期访华长期以来已形成传统。拉夫罗夫担任外长期间已访华20多次，上一次访华则是在去年10月中旬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为俄总统普京来华打前站。而此次访华距离上一次不到6个月，外界认为主要有2大背景：一是俄总统普京赢得大选，即将于5月履新，开启第5任期。普京今年3月胜选后曾表示，将继续巩固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俄消息报网站7号报道称，当前俄中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两国的贸易额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拉夫罗夫此访或将就两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合作议题，以及在重要国际事务中的立场等进行交流和沟通，密切彼此协作。另有观察指，今年中俄将迎来建交75周年，中方将在下半年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俄方主办的金砖峰会则将于10月在喀山举行，中俄将以此为契机，推进全方位合作，释放更多潜力。这一次拉夫罗夫来访呢，恰恰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主要就是体现在俄罗斯刚刚进行完总统大选，普京总统呢连选连任，他这次拉夫罗夫来访呢，肯定是为普京总统来华访问做准备，主要的会谈内容，包括双边关系，包括国际问题，体现出来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密切性、成熟性和战略性。除了乌克兰危机延宕外，亚太地区近来也涌现多个不安定因素。俄导报网站称，美国、北约等持续向亚太地区扩张影响，拉拢亚太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对抗，在地区制造不稳定。拉夫罗夫此访或将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团结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外界注意到，拉夫罗夫访华与美财长耶伦访华有一定的时间重叠。针对耶伦近日警告称，在乌克兰危机中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将面临重大后果，在8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严正表示，美方不应抹黑中俄两国间正常的国家关系。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始终致力于为停火止战、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关国家不应当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不应当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方的正当权益。美国财长耶伦的这次中国行接近尾声。8号下午，中国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方和耶伦财长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促进中美经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中方重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中方指出，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去年中国经济总体继续保持了回升向好的势头，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些成绩是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向好势头，有信心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关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发展中国家债务处理、世界银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全球性挑战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在多边渠道下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与合作。
财政部官员介绍，中方明确表达了对美方制裁限制中国企业、对华加征关税、对华投资限制等措施的严重关切，指出这些措施损害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当权益，也不利于美国企业和民众的福祉。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无意寻求对华脱钩的表态，希望美方采取切实行动，停止制裁限制中国企业。针对美方提出的产能过剩等问题，中方进行了充分回应。中美此轮接触也达成了2项重要成果，一是由两国财政部牵头，在中美经济工作组框架下就两国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议题进行交流；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在金融工作组框架下就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等议题持续开展交流。据介绍，遵照双方牵头人指示，双方工作层将在经济金融工作组向下持续推进落实上述共识。2个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拟于4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分别举行。耶伦也在访华行程结束之际，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总结此次行程。他再次强调，中美2国经济联系密切，脱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It's undeniable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on a stronger footing today than this time last year. 在40分钟左右时长的记者会上，耶伦首先肯定了近期中美各部门沟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这些都是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愿景的重要努力。对于此次访华行程，耶伦表示，中美之间的交流推进了美国的利益。当天早些时候，耶伦在北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晤。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中美正加强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合作，即最近演习处理应对一家大型银行倒闭后，计划再举行2次模拟金融冲突的演习。耶伦在记者会上宣布，中美将继续进行一系列金融技术交流。不过，记者会上，耶伦再次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国发难。新加坡联合早报指，这是耶伦9个月内第2次访问中国，而他此行的重点就是就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与中国政府沟通。美方认为这些问题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商构成了威胁。耶伦指，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建立一个沟通机制，针对性地讨论有关话题。I firmly believe that addressing these imbalances in an appropriate way will not only be good for the U.S. and the world, it will also be good for China's long-term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portantly, we have and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ncern about overcapacity is not animated by anti-China sentiment or a desire to decouple. 当地时间8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东京启程，开启为期7天的访美行程。岸田认为，此访的意义是向世界展示日美2国间的紧密合作、牢固的同盟关系。而在他临行前，英国媒体传出，美英澳3国准备启动奥库斯扩员会谈，而日本将是优先的候选国。对此，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岸田此次访美是继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之后，日本首相首次以国宾待遇正式访美。10号，他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及官方晚餐会。11号，岸田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同日，岸田和拜登还将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次美日菲3国领导人会谈。12号，岸田预计将访问北卡罗来纳州的丰田电池工厂。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领导人会谈中，双方将以2国所处的安保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就有必要加强美日同盟达成一致，还将磋商统一指挥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与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合作方式。岸田11号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的主题为日美领导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合作，以强调日美间牢固的友好和信赖关系，以及2国是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伙伴。
此前，据外媒报道，岸田与拜登会晤时将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并加强两国之间作战规划和演习的协调。此举被视为美日对安保条约进行6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升级。岸田访美的这一动作引发周边国家警惕。对此，岸田文雄赴美前在东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辩称，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将世界推向历史性转折点，并迫使日本改变防御态势。In our neighborhood, there are countries that are developing ballistic missiles and nuclear weapons, and others that are building up their defense capabilities in an opaque way. 岸田认为，建立日本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对日美同盟也至关重要。Missile-related technology is evolving year by year. As missiles become more sophisticated, Japan must constantly consider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is needed to protect the lives and livelihood of its citizens. 美日还将在领导人会谈中确认创设旨在共同开发防卫装备品的磋商平台。防卫装备品的磋商机制属于事务级别，日方拟派出防卫、外务、经济产业各省官员参加。按计划，最快5月底举行外交和防务部门阁僚出席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开始对装备品的对象等进行具体磋商。共同社认为，日美有意在防卫产业领域也加强安保合作，目的是抗衡中国。预计美日双方还将商定促进在人工智能及半导体、量子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3月下旬访日时曾透露，日美领导人会谈预计将磋商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在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奥库斯目前包括2个支柱项目，第一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第二支柱是推动先进技术项目，加快人工智能、量子领域、先进网络、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其投入军事应用。美英澳3国防长将于当地时间8号宣布，他们将启动与奥库斯第二支柱扩员有关的会谈。报道称，作为美英澳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被称为扩员的天然候选者，还可以为美英澳分摊军事技术开发成本。日本方面也希望呢，通过与奥库斯的接触，来逐渐的取得对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所谓的对等的盟友地位，逐渐摆脱战败国的身份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从美国、从日本这2方面来看，他们确实是各有所需。同时呢，美国目前呢，很显然也在极力打造所谓亚太版的小北约。针对美英澳奥库斯有意扩员并纳入日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回应表示，美英澳不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断释放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扩员信号，诱拉部分国家入伙，加剧亚太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日本尤其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马英九率台湾青年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8号上午，一行人前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参访，下午又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晚上还参观了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和鸟巢。马英九在卢沟桥参观时提及，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希望年轻人能够牢牢记住这一点。8号上午，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参观了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馆长罗存康的讲解下，马英九一行认真观看抗战史料。当看到烈士的家书时，马英九面色凝重。而当解说员讲解抗战历史时，马英九也话匣子大开。这是43年签订的开罗宣言，明确声明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这个蛮熟的。对，是听过您的一个讲座，特别强调开罗宣言是条约。讲说不是条约，它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而已，这是完全没有国际法常识的人。1937年7月7日，位于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7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77事变的亲历者郑福来现场向马英九一行讲述了当年抗战的血泪回忆。马英九全程紧握他的手，身后的台湾青年也面色严肃，不时点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你们回去呀，告诉台湾同胞，是吧？那就是说，到回家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当年我国到底为2战胜利与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一向认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实际上，马英九的2次大陆行，许多行程都与抗战历史息息相关。去年马英九首次大陆行，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岳忠烈祠到张自忠烈士陵园、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等，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曾在多个纪念场所哀悼遇难同胞，追思牺牲英烈。外界当时还注意到，去年马英九一行来到另一个抗战的纪念场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号到11月1号，它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800壮士。8号下午，马英九一行还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总量180万余件套，其中珍贵文物占藏品总数的90%。不同宫殿的区别，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意涵，马英九和台湾青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马英九提到，台湾的台北故宫文物来自大陆的北京故宫博物院，5000多年华夏文化的精华文物在昔日战乱中南迁，这是历史的遗绪。他特别提及自己过去推动两岸和解交流的过程中，就促成两岸故宫互访。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已进行过几次联展，例如《富春山居图》等特定展品的展出，都吸引大批台湾人观赏。他强调，文化交流是两岸之间共同的语言、情感的共鸣，是任何刻意为之的手段或意识形态所切不断的。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深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唯有回归民族情感与中华文化，两岸才能长长久久。